我是瓜皮儿，消失的校车前情提要。21年前，伊达在毕业旅行的校车上和其他20人一起失踪。21年后，伊达的妹妹亚斯翠接到了当年一个幸存者雅各的电话。在电话中，雅各声称自己知道当年的一切真相。亚斯翠当即来到哥本哈根，但雅各却在这个时候坠楼身亡。他向校车司机布林克询问当年的情况的过程也并不顺利。布林克突然口吐白沫，浑身上下都在抽搐。姐姐当年失踪后，年幼的亚斯翠就再也不敢睡觉了，因为她总是梦见有可怕的恶魔要来抓她，而姐姐和其他人都在那个恶魔的巢穴里。母亲安慰了她几句后，又跟她说，如果以后再这样做梦的话，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自己。很显然，她很希望这个梦是真的，至少能知道女儿还活着。随后，她唱起了以前哄伊达入睡的歌，没想到却让亚斯翠在梦中回到了那个噩梦般的地方。看到女儿又陷入了噩梦中，母亲将认识的催眠师朋友请来，催眠师引导睡梦中的她，让她在梦境中看到了姐姐的项链。正在这时，她被那个恶魔紧紧抓住。母亲还想让她坚持下去时，父亲闯了进来，他不由分说抱起女儿就往医院去，还斥责母亲不接受伊达已经遇害的事实。在将布林克送医后，亚斯翠来到图书馆，他想知道雅各墓碑上的那个符号的含义。管理员告诉他，那是一个足迹遍布整个欧洲大陆的邪教标志，它在丹麦的影响非常深远。这个符号代表着生命的循环，一年四季中，他的教徒最重视的季节是春天。在他的理念中，那一天是需要选出适合献祭者欧斯塔拉的日子，而这个邪教目前几乎销声匿迹了。亚斯翠在图书馆整理完笔记的时候，又是一天的天黑了。他回到家，询问父亲对亨利特有没有印象。父亲对这个名字没有太多的印象，毕竟当年所有人都被当成过嫌疑人。接着，亚斯翠谈到了今天布林克的事儿。他不明白为什么布林克给亨利特画了个圈之后就癫痫发作了，可父亲却不想再听下去了。他打发女儿去休息。女儿看出了他在逃避，也不想再多说什么。至少母亲从来不会当伊达没有存在过，还会在伊达的卧室里嚎啕大哭。父亲当年却觉得需要给亚斯翠请个心理医生，殊不知真正需要心理医生的人就是他自己。清晨，母女俩一起浇花的时候，亚斯翠提到了雅各。母亲也对他和伊达的那点事情很清楚，他认为就是这个小伙子毁了伊达。看到那张合照后，母亲对亨利特是咬牙切齿，他觉得就是他挑唆雅各去做了之后的各种事情。证据就是当年失踪案发生后，他也人间蒸发了。根据查到的消息，亚斯翠找到了亨利特的家，见到了他。自从失踪案发生后，他就一直住在这里。对于和雅各的好朋友关系，他并不否认，但他却对雅各的去世浑然不知。问着问着，亨利特有些不高兴了。亚斯翠明显就是在怀疑他对那群学生做了什么，不由得大发雷霆起来。但发完火后，他也对自己当年的无能感到愧疚，于是他便邀请亚斯翠留下来吃晚饭。晚上，他们一起坐在篝火前取暖，聊着聊着，亚斯翠就聊到了姐姐失踪后那些逼真的噩梦，自己已经分不清真实和虚幻了。亨利特安慰他说，我们每个人的路都很艰难，你应该坚持下去。早上，亨利特将他载到了大巴车站，在车上，亚斯翠再次看到了车窗外的胡子男，而胡子男也再次从他的视线里逃脱。回到车上，他发现一个留给自己的包裹，里面是一张纸条和一个老式磁带机。纸条上约他周五下午2点在游乐场见。时间回到雅各和伊达刚成人不久后的那个晚上，雅各偷偷来到伊达的房间，告诉他自己确定了出发的日期，就定在3月21号。正说着呢，亚斯翠走了进来，雅各变了个金币魔术，把小女孩哄得乖乖离开了。他走后，雅各又和伊达撒起了狗粮。早上，伊达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地走出了家门，但母亲就在暗处看着他离开了。伊达离开后，他拨通了一个电话，和小伙伴们会合后，伊达几人开心地踏上了路途。森林里，男生们搭起了帐篷，女生们则各自去捡柴火。艾米莉亚也猜出了伊达和雅各正在交往的事实，同时也劝他不要陷得太深，毕竟雅各是公交车老司机的事儿人尽皆知。晚上，大家围坐在篝火前，雅各掏出魔法书，根据掷骰子的点数可以预测在座各位的命运。众人纷纷玩了起来。轮到伊达时，他的命运是作为岛上的女神欧斯塔拉被献祭，这让他一时间难以接受。雅各哄了他一阵，才让他心情好了一些。天亮后，他们开始了登岛行动。划船到岛上后，他们向着远处的树林里前进。在树林里走了一会儿，正好遇见了那支邪教的队伍，于是他们跟着混了进去。
在一人分到一个鸡蛋后，仪式正式开始。很快，伊达手里的那颗鸡蛋就在手心里站了起来，他也被众人发现，作为了献祭对象的欧斯塔拉。艾米莉亚看出情况不对，她想带着伊达离开，却为时已晚。神婆将伊达手中的鸡蛋打碎，让他生吞了下去。而在生吞鸡蛋后，伊达整个人都变得昏昏沉沉的。按照纸条上写的内容，亚斯翠来到了那家游乐场，看到了胡子男，而胡子男竟是当年失踪案幸存者之一的法尔克。他像是在躲避着谁，将亚斯翠带到一个地方后，告诉他伊达就是欧斯塔拉。他接着说，当时伊达在吃了那颗蛋后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之后所有的一切都在按雅各的那本魔法书进行，但他也不知道那本书现在去了哪里。他只知道大家都受到了那本书上写的诅咒，雅各被惩罚了，艾米莉亚失去了一样东西，自己在承受痛苦。回想起当时岛上发生的事，他还心有余悸，因为整件事情完全没有逻辑可言。那天晚上在岛上，他忐忑地脱光了伊达的衣服，然后伊达坐在了祭坛的位置上，在众人的眼前与打扮成恶魔的男人完成了交配。在那之后，伊达的母亲就将他关了起来，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原因知道了女儿会消失的事儿，他能说的也就只有这些了，剩下的只能由亚斯翠去找出真相。离开前，法尔克告诉他务必要认真听磁带机里的那首歌。之后，亚斯翠就赶到了医院，布林克仍然在床上昏迷不醒，他的妻子将丈夫的不幸迁怒于他，忍不住发了火。现在布林克已经脑死亡了，他决定明天就拔管。无奈之下，亚斯翠只能先回了家。他开门见山地指出，母亲早就知道了真相，才多年不让伊达走出家门。母亲否认了这个说法，一套我都是为女儿好的理论，再加上姐妹之间有心灵感应的说法，让亚斯翠打消了怀疑。随后，他在一个盒子里找到了姐姐当年戴在脖子上的邪教饰品，思绪不由得回到父亲带他去看医生的那晚。医生对他进行了全面的检查，结果显示一切正常。听着房门外父母的争执，他恍惚间又进入了梦境，差点又被那恶魔抓走。父亲依旧觉得这是女儿想的太多了，心不在焉地安慰了几句。思绪回到现实后，他根据目前得到的线索进行着分析，一直忙活到天亮，打开磁带机里的那盘磁带听了起来。终于在杂音很大的磁带中得到了一个信息，下一个目标就是自己。这时父亲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而亚斯翠也在此时明白了部分真相。伊达失踪前和雅各等人去那座岛的事儿和他失踪是有联系的，因为他是被选中的欧斯塔拉。而法尔克提到的另外两个数字22和23的意思，应该指的是雅各去世的12月22冬至日和自己9月23的秋分生日。说着，他想要再次播放那盘磁带，机器却怎么也播放不了了，这让他的情绪顿时失控了起来。父亲依旧认为他是对救不了姐姐产生了严重的愧疚感和妄想症。那个欧斯塔拉的故事只是个民间传说罢了，就像以前一样，父亲不相信女儿说的噩梦的事情。当时他将亚斯翠推给了精神病院，还哄她说一切都会好的。线索接二连三中断，亚斯翠终于扛不住压力想要离开。就在此时，事情又迎来了转机。路上，马蒂亚斯突然打了电话，他手里有一封他的信。在听到信是雅各寄来的，他立刻让司机掉头前去取信。将信交给亚斯翠后，马蒂亚斯承认之前对弟弟的下落撒了谎，他不希望弟弟又一次被舆论毁掉。弟弟几个月前回来过，还跟自己借钱，那次他看起来比以前稳重了很多，所以他相信弟弟不会是自杀。不过他也不知道弟弟寄信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，他只知道弟弟告诉他自己在那里找到了想要的东西。亚斯翠拆开信封一看，信上画了一幅地图和一句话：欧斯塔拉游过血河，就像水流过小溪。那张纸很像是从某本书上撕下来的，上面的含义还不明确。飞机上，亚斯翠陷入了梦乡。与此同时，法尔克在地铁里说了一通万事俱备之类的话后，被疾驰的地铁撞死。就在他自杀的那一刻，布林克也从医院中猛然惊醒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